万芳老师你好，你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跟您的写的书《你和我》有关。我当初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最直观的感觉是情感非常的真挚而且浓厚，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和故事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有画面感。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就在想，万芳老师，您一定是一个拥有特别强大感受力的人，所以我特别好奇啊，想今天问问您，您在生活当中一定会去观察一些常人不会留意到的一些特别的小细节吧？这本书啊，确实在我写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你感觉到的那种浓烈，其实在我也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身心的投入哈。我觉得对你有感触，我觉得我特别欣慰。你说到我是不是一个就是感受力感受力感受强大的人啊？我想可能是有点儿啊。这个有点是什么呢？就是敏感吧。我觉得敏感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就是敏感的人会对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很多你刚才说到很多细小的、微妙的，你会留意到。如果一个比较大条的人，可能就忽略过去了，是吧？但是还有一部分后天的，后天的是什么呢？我想是，也是来自于我爸爸，因为他就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他是一个对人充满了兴趣的人。我觉得对人的兴趣，对人的一种永远的一种关注，我觉得是他创作的一个源泉吧。举个小例子，他老年的时候，我陪他去散步，在马路上走。吃完晚饭的时候，走着走着，我们俩并肩走，忽然我发现，身边不在了，他没了，哪儿去了？我就赶快回头找他，然后看他落在好远的地方，我就他回着头看后面，我就走过去，我问他，我说：“哎，爸，你干嘛？你看什么呢？”然后他没有理我，他还在注视着他所注视的东西。后来不是东西了，他注视的事物。然后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回过头来，然后他感叹。都是哎呀，他说青春呐，没有比青春再美好的。然后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就是一对恋人，一对年轻的恋人，远远的走远了。我就是他的这种对于生命、对于青春、对于生活中种种的气息，他都能够感受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能力，我觉得实际上是从小到大对我都是有一种影响和熏陶的。明白明白。那在书中有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关于您父母的回忆，其实我有一点好奇，想请问一下您，在回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到过一丝丝的困难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丝丝，是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啊，我们都有快活的时候，有幸福，但是也有很痛苦，就是磨难的时刻，对吧？如果说是跟你不相干的人，比如我们今天可能种种媒体啊、种种报道会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情，是吧？也有很恐怖的，也有很有趣的。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可能也会评价一下，是吧？议论一下。但是父母不一样啊，父母是给予我生命的人，给予我们生命的人，是跟我们血肉相连的人。他们的幸福，你会觉得是自然而然的，真的，你会觉得父母快乐幸福，你觉得你很满意，你觉得很自然。但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磨难，那真是一种扎心的痛。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想痛苦对于一个有人生追求的人，终将有一天，这些痛苦会呈现出他积极的一面。对于我来说，这积极的一面就是我终于有勇气面对了他们曾经的经历，不管是痛苦还是他们的种种的磨难。我变得强大了，我觉得我的内心变得强大了。我觉得如果对于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所经历的包括痛苦，我觉得也会有一天会呈现出它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当你在饰演某个角色的时候，你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力。我想这就是痛苦对于我们积极的意义吧。
特别好。刚刚说到了强大的感受能力，那是不是对于越亲近的人，这种感受能力会扩大呢？那当然会扩大，会扩得很大。好，那我问下面一个问题。好的。您在书中说到了，人生如果分为了乐观世界和悲观世界，那我想问，您认为创作者更加适合哪一个世界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无法选择。我觉得，乐观和悲观，首先是由性格决定的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其实我很羡慕，就是那些乐天派。就是我觉得如果我遇到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是吧？但是不可能啊，我做不到啊，我就会去想，会去纠结，是吧？我觉得这可能更很大程度是由性格决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之间，乐观和悲观并不是有绝对的一个分界线。对了，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如果说乐观是白的话，悲观是黑的话，那么在白和黑之间有一个无限宽广的中间的一个地带，灰色，是吧？其实灰色是最丰富的颜色，就是它可以有深灰、浅灰，各种无数的灰，是吧？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中间地带，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做出选择，就是去找我们最适合的、最真实的、最真诚的、最好的自己，找到这个属于自己的颜色。我想这个可能会是我们大家乐于去努力的。明白。那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的选择，会做出很多的选择，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机会。那有人说选择没有对错，但是一旦当你做出了选择之后，周围就会有一些声音跳出来，来指点你的这个选择的对与错。那针对这个点的话，您是怎么看的？我又要说了，我觉得选择呀，是一个，如果说是一个权利的话，是你无法放弃的权利。就是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其实可能每时每刻或者每一件事情你都在选择。比如说我今天你会问我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其实我是有选择的，对吧？但是这个选择是不是此时此刻我做的呢？我觉得不是，是我以前的我的经历，我对于生命的体验、感受、感悟，再替我做出选择。我觉得我们有些大事的选择，可能你需要思虑再三，是吧？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选择都在为今后的选择在做铺垫，在做积累。至于对错，我觉得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吧。我们要找那个我们最想做的自己，所谓就是更好的自己。然后我们能够找到它，尽可能的留住它。我想这是咱们要共同的一个目标。谢谢万芳老师，今天解答我的疑惑。谢谢。